百期详解紅白機全遊戏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今天是1989年发布作品的最后一期。此前差不多89年整年的游戏陣容都不温不火，在這一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終於迎來了幾款大作。下面就來看看都有哪些內容。我愛壘球，開場就是一款棒壘球的作品。從這款遊戲之後，這個階段的棒球遊戲熱潮算是告一段落了。後續紅白機上的這個類型也會少很多。本作由椰子娛樂發行，以高中的女子壘球比賽為主題。遊戲有單人模式和雙人對戰的模式。在單人模式裡，地圖被劃分成了10個地區，每個地區有6支高中女子壘球隊，選擇其中的一支隊伍，從地區的預選賽開始征戰，獲勝後進入甲子園的全國錦標賽。贏得全國錦標賽後，還要對陣美國隊以及職業聯賽裡的隊伍。基本的玩法上還是類似南夢宮的棒球，之前已經多次介紹過了。不同的是，按照壘球比賽的場地和規則進行，只打7局。因為是女子選手，從投手的投球動作、投球速度、擊球的力量和跑動的動作以及速率都以女子比賽為標準。人物的動作、球速和比賽的節奏都比棒球遊戲要慢上不少。這種偏慢的設計讓外野手移動防守的難度變得更大，特別是球如果從外野手的旁邊漏過去，就得追上好久。比賽畫面的下方除了顯示球員的數據，還有一個表情頭像，不同的表情代表了該選手當前的狀態好壞。每局比賽之間的看板上還會呈現椰子娛樂公司的當家角色柏青夫君。如果是玩雙人遊戲，可以選擇高中壘球隊，或者從12支職業隊伍裡選擇2個隊伍對戰。職業球隊的服裝和高中比賽不一樣，還可以選擇全明星隊的對戰。2個玩家從12支職業隊的所有隊員裡自由選擇組成隊伍。這款壘球遊戲裡的隊伍數量還是很多的，60支高中隊和12支職業隊，但整體上沒有跳出普通棒球遊戲的模式，相當於一個南夢宮棒球的減速版。個人評價2星半。美式足球4分衛，這是夏目公司開發，玻璃佳音發行的一款美式足球作品。一款美式足球遊戲只有日版，卻沒有美版，還是很少見的。據說當初也有美版的計劃，但最終被取消了。直到2008年，有獨立限量發行的250套美版卡帶推出。遊戲的模式除了單人錦標賽和雙人對戰，也可以2人合作，還有一個觀看模式。觀看模式下不能操作隊員，但可以選擇戰術。只有6支隊伍，而且單人模式下開始只能選擇前4支，淘汰赛的難度递進。開賽前能設置陣容，每個隊員還有不同的體格和敏捷等參數值。進入比賽後先猜硬幣，以一個完全的俯視角橫向推進的方式來呈現比賽的畫面，可能是為了體現人物動作細節和保證流暢度。以持球隊員為中心，只顯示局部的畫面，不能展現全部的人員。和其他美式足球遊戲一樣，進攻和防守都有戰術的選擇。進攻時先選擇陣型，4個方向鍵加 A 鍵，有5個不同的選項，按 B 鍵確認。第二步，在選定的陣型下，再從5種戰術當中選擇一個，之後在比賽畫面中執行戰術。這時按 B 鍵，比賽會定格在閃爍的隊員這裡，反復的按 B 鍵切換傳球對象，然後按 A 鍵傳球。防守時的戰術面板上，4個方向鍵先選擇防守陣型，確認後再從4種防守戰術裡選擇一個。應該說，這種分2步選擇陣型和戰術的方式，讓戰術的豐富度增加了不少。遊戲的畫面呈現還是比較流暢的，上手也相對容易，但局部的畫面看不到遠端的隊友和整體情況。設定戰術後，傳球的對象也會受到限制。總體上還是一款質量比較高的美式足球遊戲。個人評價3顆星。金錢遊戲2，索菲爾發布的一款炒股模擬遊戲。這是一部續作，1代是在1988年8月發布的，在第39期介紹過。這也是紅白機上最後一款炒股模擬類的遊戲。發布沒多久，日本的股市泡沫就開始破裂，這類遊戲就再沒有市場了。本作還發行了一個美版，叫《華爾街小子》。2個版本的內容區別比較大，下面就分開來介紹。雖然日版和美版的故事有些不同，但玩法都和前作類似，主要也是通過買賣股票累積資產。在日版裡，開場一小段劇情之後，
玩家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1個月之內將手裡的200萬元增值到1000萬。來到操作的主界面，從4月1號開始，用一個鼠標樣子的指針在左上方的畫面裡移動和點擊，點擊電腦就能進行股票的買賣，總共有4大類20隻股票。點擊報紙查看當天的報紙信息，電話可以打給不同的人，一開始只能跟報社打電話。點擊記事本前往其他的地點，一開始能去的地點有咖啡館、報社，在這些地點是類似文字冒險的類型，但只有幾個簡單的選項。下午4點以後能去居酒屋。看報、打電話和去其他的地方的目的主要是收集有用的信息，用於買股票。在主界面有一個時鐘，有任何的操作，時間就會前進一點。點擊時鐘就會進入到第二天。當達成了1000萬的目標後，發生劇情，進入第二部分，將500萬日元在3個月內變成10個億。在這一部分還會出現一個競爭對手，而且可以看到雙方累積資金的對比，要比對手先達到目標。這一部分可以去的地點和電話的選項更多，也有更多的事件內容。達成10個億的目標之後，就能看到結局。再來看看美版，開場的故事是主角去世的親戚留下了6000億美元的巨額遺產。如果要繼承本尼迪克特家族的這筆遺產，主角要證明自己的能力。首先要用50萬美元的啟動資金，在1個月內增值到100萬，用來購置房產。遊戲的操作界面雖然和日版不一樣，但框架相同。點擊電腦買賣股票，這裡的股票名稱都換成了虛構的美股。除了通過報紙得到相關的金融信息，圖片的左下方有3個方框圖形，金錢的符號圖案可以貸款。第2個問號是花錢讓股票分析師提供一些信息。第3個是一些機會事件。除了買股票賺錢，主角還得照顧好未婚妻和鍛鍊自己的身體。點擊花的圖案和未婚妻互動，和他野餐、購物等等。點擊右側的圖案，看不出是什麼，好像是個台曆，可以游泳、健身、徒步。隨着遊戲的進行，也會穿插一些事件，像是和女友去買寵物、買車。總共要經過4個月的時間，差不多一半的時候會和女友結婚。達成目標最終的結局當然是繼承遺產。本作相比於上一作，內容反而變得單一了，特別是日版。美版裡加入的一些生活部分有些類似日版的1代，不過2個版本的制作都比較粗糙，買賣的過程也很單調。如果正常按照獲取信息的方式買賣，很難達成目標，基本上還是要靠 SL 大法。個人評價2顆星。斧王也翻譯為王之霸者 ，ICOM 開發，傑利可發行了一款橫版動作遊戲，原始版本是一個街機版。紅白機的移植有日美歐3個版本，日版名的翻譯更接近於王之霸者。NES 版的直譯叫阿斯提亞納克斯。雖然是移植版，但家用機的這個版本和街機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設定，關卡設計不同，系統上也有改動。羅修是一名16歲的高中生，在夢中反覆地聽到公主的聲音。一天在上學的路上，他被卡蒂仙子召喚到異世界雷姆利亞。卡蒂解釋說，主角聽到的是湯姆森公主的聲音。公主被魔王麥克馬洪囚禁，羅修是被選中的戰士，只有戰勝魔王，救出公主，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於是主角拿起魔法金斧戰鬥。在場景裡，一開始主角使用金色的斧頭攻擊，畫面下方有一個 PW 的力量槽，每次攻擊力量槽會被消耗，但很快會恢復。連續攻擊時，力量槽無法回滿，攻擊力較弱。蓄滿力量後的一擊，攻擊力更高。畫面底部的 LF 和 SP 2個長條分別是生命值和魔法值。左下方紅色小方框裡的圖案表示當前的魔法，按方向鍵加上攻擊鍵釋放，按下暫停鍵切換當前的魔法。共有3種：火焰衝擊，釋放火焰對範圍內所有的敵人造成傷害；束縛術，可以暫時凍結所有敵人幾秒鐘；雷霆術，可以對屏幕上所有的敵人造成傷害，威力大，但消耗的魔法值最多。有幾種能力提升的道具，一種能增加 PW 力量槽上限的道具，但每關有一個固定的最大值。金斧头道具改变武器的形態，從一開始的斧頭到矛再到劍，劍的攻擊力最高，但相應使用魔法的消耗也會變大。翅膀圖案的道具提升揮舞武器的速度，另外還有紅色和藍色的藥水瓶，分別恢復少量和全部的生命值。小仙女能恢復法力值。總共有6個大的關卡，除了第1關，後面2到6關分成了槓1和槓2兩個部分。
上半部分有中 BOSS， 關卡末尾是大 BOSS， 每個關卡之間還有劇情演出。主角從雷姆利亞出發，經過森林、遺跡、沼澤、墳墓等艱難險阻，最後一關來到特萊尼亞魔王麥克馬洪的城堡，將前面的幾個 BOSS 再打一遍之後，面對大魔王。這部作品的各種角色形象做得不錯，人物圖形都很大， BOSS 的設計讓人印象比較深，關卡設計比較普通，人物的操控算不上好，動作很慢，反應也有些遲鈍，跳躍時按住按鍵比較長的時間才會到達最高點，感覺有些飄，遊戲難度屬於偏高的一類，個人評價3顆星。蝙蝠俠 Sunsoft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橫版動作作品，遊戲是根據同年上映的蝙蝠俠電影改編。基於該電影的授權，除了在紅白機上發布，掌機和家用機上還有 Game Boy、MD 和 PCE 幾個平台都發布了遊戲，但內容並不相同。玩家控制主角蝙蝠俠在罪惡與慾望之城哥譚市和他永遠的對手小丑進行對決，按 B 鍵攻擊，默認狀態下是用拳頭擊打敵人， A 鍵跳躍。起跳時，主角會先做一個下蹲的動作，再跳起，按住跳躍鍵會跳得更高。按開始鍵可以切換攻擊的武器，有蝙蝠镖、槍和蝙蝠飛盤。這3種武器都有彈藥數量的限制，消滅敵人有物品掉落，基本上也是3種類型。子彈圖案的道具補充武器彈藥的數量，字母 B 是分數道具，愛心圖案的道具補充血量。遊戲的一大特色是可以使用3腳跳，跳起後面對牆壁，再次按下跳躍鍵，能攀住墙壁反彈跳躍，到達更高的地方。結合關卡裡的地形特點，充分利用3腳跳躍推進流程是本作的一大樂趣。很多的地方也不止一種通過的方式。總共有5個關卡，每個關卡被劃分成了幾個部分。關卡末尾有 BOSS， 關卡之間也有簡短的劇情演出。第一關游走在哥譚的街頭， BOSS 是杀手蛾，它會發射多項飛彈和俯衝攻擊。第二關化學工廠，通過一片充滿綠色酸液的區域，在多個帶電的平台之間跳躍，再經過傳送帶和密集的齒輪陷阱。本關的 BOSS 是機器智能系統，是一個將各種陷阱集合在一起的房間。第三關下水道，會出現新的敵人，巨大的跳躍獸。來到像是地下洞穴的區域後，還會有發射導彈的大型移動機器。本關的 BOSS 是電行者，它會來回走動跳躍，蓄力揮爪並釋放出巨大的半月形電波。第4關神秘實驗室，面對種類繁多的敵人，利用平台堵開各種陷阱。 BOSS 是雙容器警報器，2個方塊在房間裡不斷地移動並發射子彈，清除一個之後，剩下的一個方塊攻擊方式會變化。第5關從哥譚的街頭進入大教堂鐘樓，要經過連續的大型齒輪和平台的場景。有2個 BOSS， 先面對縱火犯，遠距離時他會扔一個大火球，近距離連續出拳，擊敗他之後和小丑進行最終的對決。在這部作品之前， Sunsoft 雖然發布了不少遊戲，其中也有佳作，但素質參差不齊。這款蝙蝠俠標誌着 Sunsoft 的水準正式上了一個台階，此後連續出品了多款優秀的游戲。本作的畫面效果相當出色，各種角色形象也做得很好，中間穿插精美的過场演出，陰暗氛圍的整體營造和原作十分契合， BGM 的素質也很高，而且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遊戏的難度颇高，但巧妙的關卡設計、流暢的操作手感結合3腳跳的玩法，讓玩家有反覆挑戰的慾望。要說缺點的話，用暫停鍵切換攻擊方式比較繁瑣，只能按照固定的順序，武器和出拳也无法同時兼顧，而且回旋镖的實用性明显強過另外2種武器。另外，如果用當时动作遊戲大作的標準，流程略微偏短，順利通關的時間包含過场動畫也就20來分鐘。個人評價4顆星。惡魔城傳說，這是日版的遊戲名，英文版的遊戲名是惡魔城3德古拉的詛咒。科乐美在紅白機上惡魔城系列的第3部作品，在2代融合了角色扮演的元素并不成功之後，3代又回歸了本源，和初代一樣的平台動作類型玩法。 FC 的日版和 NES 版有些差異，主要區別是日版內置了一塊專用的 VRC6 芯片，聲音的表現更加出色。日版裡一些關卡的背景畫面效果比歐美版要更好，歐美版本裡一些敏感的圖形也做了替換，
另外，格蘭特這個角色在日版裡的攻擊方式是扔飛刀，而歐美版裡是揮舞小刀攻擊。本作的故事發生在初代之前，早年各大廠商很喜歡這種3部曲的方式，前2部連續加第3部前傳的套路。主角從西蒙·貝爾蒙特變成了他的家族祖先拉爾夫·貝爾蒙特，在英文版裡叫做特雷弗·貝爾蒙特。時間設定在1476年，德古拉伯爵率領怪物大軍肆虐歐洲，曾經被逐出的吸血鬼獵人貝爾蒙特家族被迫捲入這場戰爭。遊戲開始於特蘭西瓦尼亞的教堂，許多的元素看起來和初代很像。玩家控制拉爾夫揮舞鞭子攻擊，獲得武器升級道具變成鏈鞭，然後是長鏈鞭，同樣能使用副武器、匕首、斧頭、聖水、十字架和懷表。獲得掉落的爱心增加副武器的使用點數。每個關卡也被分成了多個區域，通過場景裡的門進入下個區域。本作的特色是引入了分支路線和新的可操控角色。在通過第1關之後，就會出現第1個分支路線的選擇。遊戲裡共有3個這樣的岔路口，根據選擇會進入不同的路線，但從第8關進入德古拉的城堡到最後的第10關都是共同的路線，總共是16個不同的關卡。在特定的地點會遇到同伴角色加入，有3名可操控的同伴。遊戲的過程中按下選擇鍵切換，但只能帶1個同伴。雖然靠拉爾夫1個角色也可以通關，但同伴的特殊能力能幫助縮短過關的時間，或者得到一些拉爾夫無法獲得的物品。魔法師賽法受教會之托，出發前往東歐討伐惡魔，用1根法杖攻擊的距離較短，但速度快。副武器能使用火焰、冻結敵人的寒气和有跟蹤效果的閃電球3種魔法。格蘭特，特蘭西瓦尼亞的居民，擁有極佳的移動速度和跳躍力，體型較小，可以擠進縫隙中，還能攀住牆壁，用匕首攻擊。副武器是斧頭和懷表。德古拉之子阿魯卡多，攻擊的方式是發射火球，最多朝3個方向射擊，但攻擊力較弱，能夠消耗愛心变成蝙蝠飛行。副武器只能用懷表。通關時根據選擇的夥伴不同，會呈現不同的結局。應該說，這部作品保持了惡魔城系列優秀的基礎素質，並在初代的基礎上進行了發展。新增的分支和同伴角色大大增加了遊戲的豐富度和重複游玩性。游戏的難度比較大，不同版本的難度也有差異，不同角色的使用也會讓難度有所不同。攻擊的手感和1代接近，個人評價4星半。雙截龍2復仇，3款橫版動作類型的大作都趕在同一天發布。這是雙截龍系列的第2部作品，2代的街機原版也是同一年發布的。紅白機的版本是街機的改良移植 ，Technos 開發並發布了日版，美歐的版本由 Acclaim 發行。此外，家用機上還有 MD 和 PCE 的版本，這些版本的內容又都有些不同。FC 版初代末尾的兄弟反目的劇情直接被忽略了，就當那個情節沒有發生過。本作裡，比利的女友瑪麗安在一次暗影戰士的襲擊當中喪生，比利和吉米要為瑪麗安報仇。紅白機的這作加入了雙人模式，而且有 A 和 B 2種，區別是2名玩家是否可以互相攻擊，還有3個難度級別可選。在操作方式上，這代變成了和熱血硬派國服軍類似的特點，基本攻擊為正向出拳和反向踢腿。A 和 B 鍵的功能取決於面對的方向，同時按下 A、B 鍵跳躍。跳躍下落時按 A 或者 B 是飞踢。初代裡前踢和頭錘的動作都沒有了，將敵人連打3拳或者踢一下之後能抓住頭髮。抓取狀態下按 A 鍵是用膝蓋頂，方向鍵下加 A 鍵用肘部捶打，方向鍵上加 A 鍵是高踢。抓取狀態按 B 鍵將對手投掷出去。另外還有3個特殊的必殺。跳起後在最高點按 A 或者 B 是旋風腿，日版裡叫龍尾藍風腳。角色在蹲伏狀態下按 A 鍵是超級上勾拳，也叫天殺龍神拳。蹲伏狀態下跳躍能使出飞膝踢，也叫暴龍魔神腳。將带有武器的敵人击倒，可以撿起掉落的武器，包括链鞭、匕首、鋼管等等。本作的關卡數量較之前大幅增加，共有9個關卡。除了第1關的設計和街機版有些類似，後面的關卡設計和街機完全不同，也有新增的 BOSS。另外 ，NES 的版本在最簡单的難度下，遊戲會在第3關完成後結束，只有在最高難度下才會出現第9關的最終決戰和真結局。作為一個移植的改良版，
這座相比初代的內容要豐富得多。一開始主角就能使用全部的招式，除了和敵人對打，後面的關卡還有一些平台跳躍和躲避陷阱，稍不留神就會丟掉一條命。雙人模式更是增添了不少樂趣，成為和童年夥伴一起遊玩的最佳選擇之一。遊戲的缺點主要是招式太不平衡，飞膝踢這招實在是太強，配合連發劍基本上可以從頭用到尾。跳踢太弱，只要一用這招，敵人就會立刻蹲下。另外有部分的關卡設計也缺乏深度。不過總的來說 ，FC 版的口碑要好於街機版，個人評價4顆星。老鼠小子，這款遊戲的原名叫 Mappy Kids， 因此它是南梦宮 Mappy 系列裡的一款遊戲，也就是猫捉老鼠的續作。到現在 Mappy 這個系列在紅白機上出了3部，前2部的發行時間是84年的11月和86年11月。分別在第3期和第14期介紹過。在貓捉老鼠1代裡只有 Mappy 一個主角，在2代就增加了 Mappy 的老婆 Mappyko 和兒子小 Mappy。而在本作當中 ，Mappy 和 Mappyko 已經有了2個兒子，分別叫 Happy 和 Rappy， 而且他們都已經長大。Mappy 給2個兒子介紹了一個叫做 Piki 的女孩，2個兒子為了這個女孩爭風吃醋。遊戲在玩法上捨棄了之前經典的跳蹦床，採用了完全的橫版過關形式，有單人和雙人2種模式。在單人模式裡，從一張大地圖的左上方一步步的推進，經歷16個關卡，來到關卡內，控制主角 Happy，A 鍵跳躍，B 鍵踢腿。踢腿的第一個作用是攻擊敵人，大多數的敵人會被踢飛，有的敌人被攻擊後會暈在原地或者飄起來，這個時候可以借助他們作為平台跳到更高的地方。踢腿的另一個作用是打開寶箱獲得分數，或者擊打特定的石塊，有可能出現隱藏的物品。角色跳到空中後，按 A 鍵可以使用尾巴充當螺旋桨，在空中滑行。畫面的左下方顯示主角的生命數、血條和分數。遊戲裡的分數用金錢來表示。如果被敵人攻擊，主角會在地上打滾，還會丟掉一個錢袋，但可以撿回來。有幾種不同的道具物品，帶有字母 P 的 T 恤能短暫無敵，龍滑鞋增加移動的速度，也有恢復生命和獎命的道具。整個遊戲的目標就是要不斷的收集金錢，然後用這些錢購買各種家具，建造房屋。在通關後，只有獲得了完整的房屋，才能娶到女孩 Piki， 否則就會被拋棄。在每個關卡結束後，進入玩老虎機和迷你遊戲的環節。第一次拉動有可能獲得獎勵，但也有可能是懲罰。第2次拉動老虎機，決定了接下來迷你遊戲的難度。共有3種迷你遊戲：舉旗子，按照畫面中間的指令舉起白色和紅色的旗子，看誰能獲勝；推屁股，不斷的按鍵用屁股將對手頂出站立的區域；找不同，左右2張相似的圖片，找出其中的不同點。這些圖片很多都是南夢宮其他遊戲裡的角色。當通過所有關卡時，如果已經購買全部的家具，就能看到完美結局。接下來再看看雙人模式，這才是本作的精華。在這個模式下，地圖和關卡結構與單人模式都不相同。進入關卡後，採用上下分屏的形式，2個玩家分別控制上下2個角色。本質上這是一個競技模式，也是收集金錢、建造房子。完成房屋建造的玩家獲勝。如果2個人都完成了建造，或者都沒有完成，持有金錢多的玩家獲勝。雙人模式裡要多一類道具，是帶有翅膀的鞋子圖案，拿到後将敵人踢飛，會有不同的飛行軌跡。被踢飛的敵人還帶有攻擊的判定，可以命中另一個角色，也就是說雙方可以互相陷害，減少對方獲得的金錢。這部作品雖然屬於玩法簡單的小品級遊戲，單人模式算不上太出众，但雙人模式提升了遊戲的檔次和趣味性。橫版動作類的分屏顯示在技術上就很出众，2個人互相陷害，玩起來也非常的歡樂。本作還用了南夢宮的特殊音源芯片，聲音表現也很優秀，個人評價3星半。TM Network 現場演奏會 ，CBS 索尼發布的一款文字冒險作品。TM Network 是日本當年的一個音樂組合，有3個團隊成員，代表作是《城市獵人》動畫的主題曲《Get Wind》。該組合為遊戲代言，並作為遊戲裡的角色出現，還用了他們專輯裡的音樂作為遊戲的 BGM。背景設定在科幻的近未來，1999年末的一天，主角正準備用他心愛的電腦 MUE 玩一款網絡遊戲，
就在這時，警報響起，被稱為競技場的人造衛星突然失控，向世界各地的核彈頭發起攻擊，地球被毀滅。主人公卻在爆炸的能量當中穿越回了過去，來到了10年前的1989年。競技場衛星被啟用的前2天，主角要和 TM Network 樂隊的成員一起合作，在演唱會上阻止地球毀滅。系統上還是文字冒險典型的指令方式，畫面上半部分顯示角色和場景的圖片，下半部分顯示信息和指令選項。選項很少，最常見的是移動和調查，沒有同類遊戲中常見的對話指令。隨着劇情的推進，會從2到3個選項當中選擇對象和對話的內容。這個過程中無法調查具體的情況。本作系統的一大特色是使用 MUE 這台電腦。在故事開頭的爆炸時，這個來自未來的電腦一起和主角被傳送。在指令選項裡選擇 MUE， 會進入一個單獨的界面，可以用這台電腦撥打電話或者解開電子鎖。普通的搜索指令無法獲得太多的信息，但使用電腦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到最後還得依靠這個電腦拯救世界。在快到結尾的部分時，還有2個迷你小遊戲，一個是文字冒險裡經常出現的3D 迷宮，還有一個飆車追逐。整個的故事像一個俗套的好萊塢商業片。在競技場衛星被發射前，主角找到它的開發者進行調查，了解到電腦病毒被植入到了衛星，這個病毒就是10年之後引起核爆炸的程序。經過一番波折之後，主角和 TM Network 的成員獲得了解除病毒的疫苗程序，但衛星已經進入了發射倒計時，不再接受外部的控制，需要一個巨大的天線傳送信號。於是他們決定利用 TM Network 演唱會的場地作為天線，再給每位觀眾發放銀色的接力棒，用這種方式把整個的觀眾席變成一個巨大的信號反射區，最後用 MUE 電腦将病毒清除。索尼當时的這類遊戲都很粗糙，本作也不例外，流程非常的短。為了拉長遊戲時間，難度做得很高，也有這類遊戲經常出現的缺陷，不給提示，很容易選錯選項直接結束。2個小遊戲離沒法玩也就一步之遙。個人評價2顆星。中國趣事故事東風項目發行了一款麻將遊戲。最近這些期麻將遊戲已經不多了，不過這類遊戲還遠沒有到完結的時候。遊戲硬塞進去了一個故事背景，但基本上也是存在於說明書裡。開篇會出現一小段開場的說明，開始界面有一個設置的選項，能進行一些常規的設定。進入遊戲後是一個錦標賽的模式，總共要戰勝15個對手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在打麻將的界面，按 A 鍵摸牌和戳牌，方向鍵進行選擇。吃、横和槓都是用方向鍵實現。听牌後按下選擇鍵，畫面的底部會提示叫牌。另外，遊戲裡有一個氣的百分比，這個百分比越高，拿到好牌的幾率就會越大。摸到一些特定的牌會增加氣的百分比數值。此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對於一款麻將遊戲來說，素質算是不錯了，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內容。個人評價2顆星。海格力斯的榮光2：泰坦的滅亡，由 Data East 開發和發行的角色扮演系列《海格力斯的榮光》，這是系列的第2部作品。上一作《鬥人魔鏡傳》的發行時間是1987年的6月，在第22期介紹過。之前也有聊過關於這個系列的情況和開發的背景。Data East 仍然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史詩級的 RPG， 但本作從各個方面都和第1部有很大的不同。起始的主角是一個原創角色，在英雄赫拉克勒斯成為傳奇人物的時代，各種魔物出現在大地上。一天，住在娜娜鎮的主角收到女王的召見信，得知泰坦族幸存者的黑暗魔王是幕後黑手，主角踏上討伐魔王的旅程。這一代裡已經完全沒有了前作硬派的風格，之前像是城鎮和野外無縫銜接、雙手武器和耐久度的這些特色內容也都被捨棄。整個的畫面風格和遊戲的系統基本上成了《勇者鬥惡龍3代》的高度模仿，從探索的方式、菜單的設計和戰鬥界面都和《勇者鬥惡龍》如出一轍。遊戲裡也引入了晝夜系統，在野外行走時間會流逝，有少量的元素能夠算是獨特的設計。敵人有一定的概率摧毀玩家裝備的劍、盔甲和盾牌，損壞的裝備需要修理。另外有一部分裝備具有隱藏屬性，這些不會在參數中顯示，需要玩家在戰鬥中嘗試。
隱藏的屬性可能有增益加成，也可能是負面的影響，在戰鬥中受到異常狀態的幾率比較高。可能是為了平衡這一點，敵人的特殊或者是魔法攻擊也有一定的幾率能夠躲開。在旅店休息時，可以選擇住宿的天數，1天就能恢復生命值，但得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異常狀態。整個的流程基本上是希臘神話裡的故事。在旅途中，主角也會遇到同伴，有為了尋求勇氣的半人馬男孩，以及渴望擁有心靈的青銅女神像。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這3個角色。到了接近尾聲時，赫拉克勒斯會加入隊伍，參加最後的決戰。這部作品從完成度來說還是很高的，畫面水準不錯，音樂也很好，但過於保守的模仿設計讓它丟掉了自己的風格，缺少特色。在當時看是一種對大眾的回歸，也是一種妥協。平衡性的調整上仍然不完善，御敵率偏高，狀態異常，裝備損壞和隱藏屬性這些綜合在一起，讓偶然性大大增加。個人評價3顆星。超級橄欖球，之前介紹過幾款美式足球，這款遊戲算是紅白機上的第一款英式橄欖球。有一個超級橄欖球的聯賽，由南半球橄欖球聯合會運營，主要是南半球的幾個國家參與。不過本作和這個聯賽沒有關係，只是用了相同的名字。發行商 TSS 是日本的一家電子產品製造商，名不見經傳，發布的遊戲很稀少。開始的界面有單場比賽模式、聯賽和雙人對戰模式。確認後進入隊伍的編輯，不能選擇球隊，但能自定義隊伍的名字，然後將60點能力點數分配給6項不同的屬性。如果是在聯賽模式當中，和其他的5支球隊進行循環賽，每個隊伍的能力點數都不一樣，有強有弱。來到比賽當中是一個俯視角縱向滾動的畫面，畫面裡最多只能同時顯示6個人，也就是雙方隊伍各3名隊員。進攻時 A 鍵是傳球， B 鍵切換傳球的對象。防守時 A 鍵是撲向對方， B 鍵切換操控的隊員。本作沒有美式足球裡那些複雜的戰術設定，球掉了繼續搶，抱着球一直往前跑爭取達陣。傳球時不能將球傳給超過自己身位的前方隊員，否則就會被判越位，越位會變成爭球，雙方排成人牆爭奪位置，不停的按鍵將對手向後推，直到拿到球權。這款遊戲做得相當的差，人物跑動不連貫，一頓一頓的，操控也很垃圾，因為畫面最多顯示3個我方球員，進攻時經常會找不到合適的傳球對象，內容也很單調，缺乏遊戲性。個人評價1星半。好了，到這裡1989年的遊戲就全部講完了。按照慣例統計一下遊戲的數量，這一年所有版本的卡帶加上磁盤版，總共發行了209款遊戲。從下期開始進入90年代的遊戲介紹。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